美军核潜艇出击，瞄准莫斯科。8月初，美军2艘核潜艇来到俄罗斯附近逛街，但是到目前为止，这2艘核潜艇是什么型号，部署在哪儿都是未知数。不过俄罗斯可不这么想，俄议员之前声称美国核潜艇早被锁定，吹牛都不打草稿。火力军不确定美国核潜艇是否被发现，但可以确定的是，乌克兰已经获得俄罗斯最强核潜艇的机密。那么美军出动了哪款核潜艇，部署在了哪里？俄罗斯北风之神级的机密又是如何被泄露的？8月初，特朗普与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媒体上干了一波。梅德韦杰夫很勇，吵不过就对特朗普发动核威慑，提及了死神之手系统。特朗普也忍不了了，当即宣布将2艘美国核潜艇部署到适当区域，但核潜艇的型号和具体部署地点，特朗普没有明说。美国海军和五角大楼也拒绝对此事发表评论。8月3日，特朗普再次宣布，美国核潜艇已经抵达目标区域。那么在这次行动中，美军出动哪款核潜艇，又部署在了哪里？美国的核潜艇有3种：弹道导弹战略核潜艇、巡航导弹核潜艇以及攻击核潜艇。其中最强最有名的就是俄亥俄级，最多可以搭载24枚3叉戟导弹，后者射程超过 1.1 万公里。按照路透社的说法，核潜艇的部署地点距离俄罗斯很近。不过说实在的，如果是俄亥俄级，根本不需要靠近俄罗斯。从华盛顿特区到莫斯科距离不过8000公里，3叉戟导弹完全可以覆盖这个距离。换句话说，在美国本土附近，俄亥俄级就能覆盖俄罗斯全境。美国没有必要出动俄亥俄级。从这个角度来看，俄亥俄级在勘察加半岛失联更是无稽之谈。而且在一般情况下，为了保证水下威慑的可靠性，战略级核潜艇的行踪都是高度保密。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核专家汉斯克·李斯滕森也表示，担任战备任务的美国战略核潜艇都处于向俄罗斯目标发射导弹的位置，并不需要所谓的部署到指定地点。所以特朗普出动的核潜艇更有可能的还是巡航导弹核潜艇与攻击核潜艇，比如4艘经过改装的俄亥俄级，每艘都可以携带154枚战斧。根据 CNN 的报道，这些核潜艇的动向也属于高度机密。不过近几年，美国海军会偶尔公布巡航导弹核潜艇出现在热点区域附近的消息，用于威慑敌人。攻击核潜艇就是弗吉尼亚级、海狼级以及洛杉矶级，执行常规任务，携带战斧、鱼叉、MK48 鱼雷等。在冷战期间，美国攻击核潜艇就经常在苏联周边海域追踪苏联战略核潜艇，苏联也进行过类似的操作。不过考虑到俄罗斯海军的实力，无人艇都能干掉，没必要浪费美军的鱼雷。加上特朗普的目的是威慑，最有可能的还是巡航导弹核潜艇。当然，如果非要出动俄亥俄级，谁也不会说什么。美军的核潜艇就那几个，排除法就能知道是哪款，但部署地点就纯靠猜了。海域太大，火力军估计北极、太平洋、大西洋都有可能。将核潜艇部署在北极，不仅可以威慑俄罗斯，随时发起进攻，还能加强对俄罗斯舰艇的监测。只是这一点可能性并不大，我们下面会聊到。太平洋则是俄罗斯潜艇的重点部署区域，海域开阔，适合潜艇航行。如果部署到大西洋，还能顺手封锁俄北方舰队的出入通道。说到底，之所以一直保持神秘，目的还是威慑俄罗斯。不过之前有俄罗斯议员表示，美核潜艇早被锁定，锁定核潜艇真的有那么简单吗？在特朗普下令将2艘核潜艇部署至适当地区后，俄罗斯国会下议院国家杜马议员沃多拉茨基表示，美国潜艇开过来吧，他们早就进我们的瞄准镜里了。很明显，这是在吹牛。核潜艇虽然隐蔽，但是在特定条件下的确是可以被发现的。比如声呐，通过探测噪音来发现敌方潜艇。如果潜艇的水下噪音越小，被发现的概率也就越小。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潜艇水下噪音带每减少6分贝，就可以将敌方被动声呐的探测距离缩短1半。如果降低到90分贝，海洋噪音就可以完全覆盖潜艇行踪。目前能达到这个标准的也就海狼级。还有就是雷达和磁翼探测，潜艇在水下航行时，雷达无法直接探测到。不过在水面航行，或者潜艇通气管或潜望镜露出水面，也可能被雷达探测到。磁翼探测器则是弥补了声呐的缺陷，不受海洋噪音的干扰。核潜艇毕竟是钢铁构成，会产生较强的磁场，在航行时会切割地球磁场，产生感应电流。磁翼探测器就是通过这一点来侦察核潜艇的位置和路线。当然也有其他手段，比如红外探测、激光探测等。不过说到底，这些设备仅能探测附近的海域有没有敌方潜艇，并且效果相当有限。在水下环境发现潜艇要比隐藏难得多。声呐的确很好用，但降噪技术也不是开玩笑的。
一些先进潜艇的降噪技术已经接近海洋背景噪音的水平，比如海狼级。言外之意就是声呐的探测能力已经处于极限的边缘。而且海洋那么大，你怎么确定核潜艇就在这航行？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就出现了另外的方式来探测核潜艇，比如水下监听器。冷战时期，为了监控苏联的核潜艇部队，美军就在关键海域建设了水底声呐监控系统。探测方式没什么新鲜的，固定式或移动式主被动声呐，但这是一种立体监测系统。海底设立水听器阵列，通过水下电缆连接到岸上设施。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系统从日本南部延伸到菲律宾，声呐固定在海底基座上，切断苏联核潜艇从中国进入太平洋的可能。通过这种方式，美军多次发现苏联核潜艇。直到1993年，该系统退役，但监控并未停止。美军当前的水下监控系统也不再仅仅是固定声呐，还要加上水下无人潜航器、水面舰艇、空中反潜机和卫星监控等。俄罗斯的待遇比苏联更好。不过美军这边有，俄罗斯自然也有这东西。比如北极的和谐水下监测系统，由特种潜艇将声呐站部署在海床上，展开大型的水听器阵列，之后将收集到的信号传输到新地岛百星湾的指挥控制中心，进行分析和处理。目前一部分投入运作。如果美军核潜艇大摇大摆地进入北极，不带一点掩护，并刚好进入和谐水下监测系统的探测范围，的确有可能被俄罗斯发现。但问题在于，美国也知道俄罗斯在北极部署了脏东西，如果想要威慑，大概率不会北极，毕竟看不到的武器才最神秘。这也是为什么火力军之前会觉得美军核潜艇前往北极的可能性不大。真要聊水下监测，俄罗斯只能说勉强能看，大哥还是美国。如果美国改天说一句发现北风之神级在某某地区出现，火力军不会有丝毫怀疑。没办法，实力强就是任性。在探测潜艇这方面，水下监测系统虽然好用，但毕竟是固定的，在地理上有一定的限制。于是美军就提出了一个想法，开发一种新的可快速部署的反潜监测系统，由连接到浮标的大型声呐阵列组成，可以采用运输船直接将装在标准集装箱中的监测系统放到海洋中的特定位置。在2021年的时候，美军就在开发这东西。目前美军的综合海底监测系统就是由固定、移动和可部署的声学阵列组成。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俄罗斯有没有锁定美军核潜艇，火力军也不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俄罗斯的底库已经没了，其最强核潜艇北风之神级的机密资料已经被乌克兰拿到。乌军这是如何做到的？8月初，乌克兰军情总局在社交媒体上爆料，已获得俄罗斯北风之神 A 级波扎尔斯基大功号的绝密内部文件，并放出了部分文件截图。之后甚至又表示，潜艇试航时右旋推进电机曾过热停机，备用冷却泵启动延迟47秒。资料那么详细，虽然来自原始值班日志，乌克兰这是真大方，好东西一起分享。但俄罗斯这边就要骂人了，明明是机密文件却被乌克兰曝光。机密情报系泄露无外乎3种可能：网络战、间谍、俄内部人员泄露。早些时候，乌克兰黑客组织沉默乌鸦以及白俄罗斯网络游击队对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进行了大规模网络攻击，造成严重破坏，并得到了一些情报。沉默乌鸦和白俄罗斯网络游击队发布的内部文件显示，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一直在为俄罗斯国防部提供军事航空货运服务。这次核潜艇技术泄露也有可能是类似的操作。黑客入侵俄罗斯军方内部网络，将太平洋舰队日常勤务服务器中的内容打包带走，其中就有北风之神 A 的档案，然后就给公布了出来。当然，这点只是猜测，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是网络攻击。有消息称，俄罗斯的调查结论显示没有外部攻破痕迹，权限钥匙是从内部递出去的，就差把内鬼这俩字写在报告上了。那么这就有2种可能了，一种是间谍，另一种是俄方人员主动泄露。这次北风之神级的泄露事件让火力军想到了6月份，俄罗斯200万份核资料被挂在公开网站任人下载。在这几个月时间里，俄罗斯一枚核弹没丢，但底牌全没，存在间谍的可能性很大。在过去3年多的时间里，乌克兰情报机构在俄罗斯实施了多起破坏行动，包括油库爆炸、铁路瘫痪等，大多是战术层面。有米8飞行员被策反，但是在高空渗透上的消息并不多。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就是之前布达诺夫证实，普京的随行人员中有乌克兰情报人员。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代表安德烈·切尔尼亚克也宣称，乌克兰情报部门与俄罗斯不同领域的线人保持联系，线人隐藏在克里姆林宫最高层。在此之前，我们还能说这是乌克兰的阳谋，普京身边有人充当乌克兰情报部门线人，谁也无法证实，俄罗斯也是如此。所以当时有消息称这是乌克兰释放的烟雾弹，用于离间克里姆林宫。不过随着战局的发展，俄罗斯高层有乌克兰的线人，好像并不只是说说而已。
比如蛛网行动，乌军无人机摧毁俄战略轰炸机，这里面没点说法，火力军第一个不相信。加上核资料泄露以及核潜艇泄密事件，火力军觉得乌克兰情报部门可能通过各种手段，在俄罗斯政府、军队、情报机构内部发展线人，获取核心情报，甚至进行策反。比如通过精准策反军工技术人员，获取潜艇设计、维护等全流程信息，也有可能是乌军间谍混成俄罗斯高层。就像以色列那位传奇特工伊利科恩，在叙利亚广泛结识军政要员，出入政府首脑机关，成了当时叙利亚最高领导人的好友，甚至被提名进入叙利亚的国防部，担任国防部长助理。依靠这个身份窃取了大量绝密的政治、军事情报。除了以上这两种情况，还有一种可能，内部人员主动泄密，这不是不可能。在某游戏里面就出现过这种事。2021年7月，一名自称挑战者2指挥官的玩家，因挑战者2的装甲防护问题与其他玩家争论，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直接把英国国防部的机密信息给泄露了出去，并指导游戏开发人员如何更改，之后喜提14年的牢饭。2021年10月，又有多名玩家争论法国勒克莱尔坦克炮塔的旋转速度是否精确。一名法国陆军坦克成员为了证实，直接发布了勒克莱尔的部分机密手册信息。2023年1月，一名资深玩家对游戏设定不满，发布了美国 F-15 和 F-16 的涉密信息。最近的则是台风事件。2024年，几名游戏玩家在论坛上争论台风的雷达性能，里面有个大佬气不过，直接上传机密文件。意大利国防部确认这些文件属于涉密文件。这些游戏玩家大多是出于冲动、炫耀等心理，泄露自己掌握的机密信息。在俄罗斯这边，则是内部人员看别人一直贬低北风之神级，有些气不过，但主动泄密暴露身份又要吃牢饭，于是就通过加密通讯软件将加密文件传递给第三方，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揭秘北风之神级的战地。只是没想到刚好传给了乌克兰特工，不过这种可能性太小，火力军还是更倾向于乌军间谍泄露。总的来说，美军核潜艇部署在俄罗斯周边，除了某些特殊区域被发现的概率很小。至于北风之神级泄密事件，火力军只能说俄罗斯正在向伊朗看齐，内部被泄露成筛子了。火力军怀疑最近大出风头的拉平上将就是乌克兰间谍。来自俄罗斯的消息称，拉平又被解职了，原因是战场表现不佳。早在2022年，小卡就批评拉平无能，应该将其解职，并当作大头兵派到前线。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拉平上将就是乌克兰发展的线人？为了保证安全，没办法明目张胆地帮助乌克兰，只能通过拉胯的表现帮助乌克兰缓解压力。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这次威慑俄罗斯，美国出动了哪款核潜艇？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